你说我图给他们什么？我骗感情，我也不能骗这样。你说他们长得是有权有势，还长得好，就是找情人的话，我也不自己找像那武大郎似的。大家好，频道，我是武大。大家频道大吉。那之前讲过日本大妈山边截子的事件哈，62岁谎称自己38，包养小鲜肉。今天这个中国大妈也是让人刷新三观呐啊！56岁愣装29，50后的烈焰目标竟然是80后啊，还能周旋在4个男人之间，这你受得了吗？究竟是她的伪装技术实在太过高超，还是他们被爱情蒙蔽了双眼的？那这一切都要从一起突发的刑事案件说起哈。那把时间拉回到2011年。2011年5月24日凌晨3点，福建省厦门市警方接到报警，思明区吕岭路一家银行前的人行道上发生了一起袭击事件，一名男子竟然被人朝面部泼硫酸，2名犯罪嫌疑人逃跑当事人面部和双目烧伤严重，经历系统治疗过后已经完全失明了。那伤者叫郑林，32岁，福建省莆田县人，一直在厦门的一家餐馆工作。当天凌晨是和女朋友在自家楼下见面，因为自己提出分手所以两人产生了激烈争吵。突然之间，从路边窜出来一名男子朝自己泼硫酸，这也是能看到的最后画面了。这些线索基本就可以说明对方是有备而来，而自己只是提出分手，对方就用这么狠毒的手段伤害自己，完全是伤者郑林猝不及防的事情。自己的女朋友，现在也可以说是前女友了，两人的相识就充满了戏剧性。5年前呢，郑林突然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是对方拨错了号码，但对面的女生声音甜美，还很有素质两人就闲聊了一会儿，没成想越聊越投机。果断又转移到了网络聊天，这就算是相识了。对方说自己是北京某医学院的研究生，叫钟正，因为2个人的名字里都有一个正字，就显得颇有缘分，更加深了彼此的印象频繁联系过后，就发展成为了网恋这可是纯的网恋只在网上聊，从来都不见面的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视频通话的工具，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所以他们大多都是文字聊天，偶尔打个电话，一直保持这种神秘感郑林的爱情就是在这种月朦胧、鸟朦胧，除了知道对方是女的活的以外，其他都朦胧的情况下相处了5年时间，直到2011年初的时候，郑林决定奔现为了2人的终身大事儿，我们见面吧。这钟正也是毫不抗拒直接从北京飞到厦门。见面之后呢，郑林就感觉这个钟正好奇怪因为对方看上去完全不是29岁，好像30多岁，甚至可能40岁。这跟自己脑海中的形象反差有点大钟正说因为自己有风湿和心脏病，还化疗过，所以他会给人感觉苍老一些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就问题不大。真爱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并且对方成熟的扮相，黑色披肩长发，黑色紧身连衣裙，黑色丝袜，黑色高跟鞋，精致的妆容，那就无时无刻不透露着知性女人的风韵，然后表达能力还特别强，还是很有魅力的这见面后不久郑林就带着她回老家见长辈了。这父母虽然也感觉这女的说自己29岁，但好像30多年龄就完全看不出来。毕竟儿子只是普通打工人，对方可是北京的高材生所以总的来说印象也还不错就算是接受了此后2人的关系是更加密切。钟正经常从北京来厦门，但随着现实中接触机会更多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让郑林很疑惑。那首先是钟正经常戴着口罩对方说自己是怕过敏，即便是在房间里也是显得很神秘特别是每次洗澡的时候总是找各种理由让他回避。那你出去过2个小时再回来，那你洗澡就洗澡嘛，要出去干嘛呀？结果他说我洗澡不喜欢别人在那就是互相尊重吧只能是出去等他洗完再回来。即便是2人发生了更亲密的关系但是钟正却不会展露上半身的肌肤，就算是在睡觉的时候也是穿着衣服从来都不脱。说要保留点秘密留到结婚的时候或许这一切只是生活习惯，适应一下就好了。可是有一次郑林就不小心就碰到了他的头发，结果钟正是大发雷霆大吵大闹，警告说以后不许再碰自己头发了
这完全就是莫名其妙啊！随着生活中让自己难以理解的事情越来越多，郑林还是在5月份选择分手。结果没成想女方得知后的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决定竟然还给自己招来祸端。对方竟然还带着一名男性前来报复，给自己造成了不可逆转的严重伤害。那警方立刻调取了案发当晚郑林家楼下的监控录像，那发现郑林曾在防盗门里和一个戴着口罩、黑色长发的女人进行过交谈这就是钟正。过了一会儿两人又推推搡搡地走出了门外，继续调取了案发现场周边的监控，那发现一辆福州牌照的黑色轿车比较可疑，这里面一男一女副驾驶位的女性和钟正形象一致，那男性就有可能是泼硫酸的人，这2个嫌疑人就确定了。追踪车辆信息很快就锁定了开车的男子这名叫郑军的男性犯罪嫌疑人很快就被警方逮捕了。郑军是江西人，28岁，农民出身本本分分，没有犯罪前科自己努力赚钱，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他对向郑林泼硫酸的事情供认不讳同时说这一切是自己的女朋友指使的也正是郑林的女朋友钟正但是在他这里这个女的叫乐乐，这2人也是因为1年前一通打错的电话相识然后就成为了恋人关系。和郑林的经历如出一辙，女友也是从北京飞过来和自己见面，也感觉他好像并不止29岁可转念一想自己是农民出身对方是研究生算是修来的福分了，就算大几岁也是问题不大同时也尽量去适应他在生活中的那些怪习惯。接触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乐乐突然说有一个叫郑林的是自己这辈子最恨的人，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对方一直对自己有非分之想，动手猥亵，还有过几次差点被对方给性侵了，以至于给自己造成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只想找一个老实本分的人在一起。所以希望作为男朋友的郑军就你去给他点教训并制定出了一个复仇计划，拿硫酸去泼郑林的眼睛，必须让他瞎掉，以解心头之恨作为一个老实人，面对这个要求当然是不敢答应就摊牌了，就这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这肯定是做不得。乐乐见郑军不帮忙就不再让他碰自己又说不再见面了。这郑军实在是不忍感情出现危机，于是思前想后决定为爱情冒这一次险又如何呢？乐乐计划自己坐飞机从北京到厦门，郑军到福州买瓶硫酸，然后租一辆车开到厦门。2人在厦门会合之后一起去找郑林算账。乐乐说你就看我暗号行事就完了然后就发生了这一起恶劣的刑事案件。那伴随着郑林凄惨的嚎叫2人马上逃离现场。郑军躲回了江西老家，女友直接回到了北京。那事到如今动手的郑军也才知道自己这是被当枪使了。那郑军身边的乐乐郑林身边的钟正，这个声音温柔、身姿曼妙、妩媚动人的研究生竟然同时周旋在2个男人之间，这背后一定隐藏着更大的秘密。这警方决定对个人信息展开调查果然他之前所说的名字都是假的。郑林回忆起一个细节，那事发2人吵架的时候，他说自己是从北京坐飞机来的，于是就调取前一天北京起飞到厦门所有航班的乘客情况首先2人都和他同居过可以完全确定对方是个女的。综合2人提供的线索先筛选20岁以上、40岁以下女性乘客的信息。这每一张照片都看过以后却并没有发现这个人。难道这个人已经过了40岁吗？就决定把乘客信息的搜索范围再扩大一些。可是，一直扩大到了50岁，还是没有找到那就对全年龄段进行一次筛查。再过一次照片的时候，被害者家属一眼就看到了这个钟正但是身份证照片和平时的状态完全不同，看上去好老他的原名叫王秀荣。再看下面的个人信息，竟然是1956年出生的，已经56岁了在当事人口中，皮肤白嫩光滑、身材曼妙、打扮时尚的29岁北京研究生女朋友，怎么就变成56岁呢？这个年龄完全就是母亲的级别这是畸形的爱不光是他们，包括警方在内的所有人全都难以理解毕竟29岁和55岁相差太大了50后冒充80后，也不能说是完全一致吧，只能说是毫不相干。那只能说是
二模二样啊，只能说这简直就是犯罪啊！他是怎么能骗得过2个大小伙子的啊？很快，这个王秀荣就在北京被捕了。当他褪去妆容之后，终于露出了自己本来的面貌，长直黑发变成了白发。可尽管已经50多岁啊，但是皮肤还算是保养的不错啊，身材也没有走样。所以他戴上假发，化个浓妆，再换上连衣裙、高跟鞋、黑丝袜啊，对于有些人来说，还真不好判断真实年龄。而且他平时很会打扮，说话还很有条理，也比较强势，都有助于隐藏自己的真实年纪。你为什么要穿成这样呢？就是一贯就是这样。我不是说见谁面见着男的啊，我就好好打扮，我平时就是这样。假发也平时经常戴，什么样的都有。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呢？爱美之心人有之嘛，头白了还都想染黑发呢，想让他，因为领定一老，谁也接受不了，对吧？所以说把自己打扮，有一个精气神儿。王秀荣是黑龙江佳木斯人哈，是当地一家医院的退休职工。然而，经过详细的调查后，才发现呢，他除了郑林、郑军这2个80后的男朋友之外，在北京居然还有一个50多岁的男朋友啊，2人是老乡啊，已经同居好几年了。然后自己家里啊还有一个原配老公啊，现在面上啊至少同时和4人有感情生活。死呗！你说我图什么？经济社会50来岁，什么看不透啊？你说我图一他们什么？我骗感情，我也不能骗这样。你说他们长得是有权有势，还长得好，就是找情人的话，我也不自己找像那个武大郎似的。所以王秀荣说自己年轻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啊，但岁月不饶人呢，又不甘心变老啊，更不甘心一直过枯燥乏味的退休生活啊，他干脆戴上假发，穿上黑丝，认真打扮伪装，给自己编造假身份和假名字，从50后摇身一变变成了80后啊，从一个退休的阿姨变成了一个大学研究生。这不断随机物色男性啊，只要感觉对方是年轻人哈，就会不断向对方示好，散发自己的魅力啊，却屡试不爽啊，目标频频上钩。在不断和年轻男性约会当中啊，就能体会到那种久违的新鲜感和激情。那可是为什么郑林提出分手，这王秀荣就要下狠手报复呢？啊，原来啊，郑林错就错在啊，不该对他的年龄产生怀疑啊。从他之后选择报复来看呢，他的虚荣心呢，就已经达到了很极端的地步，对于自己的伪装被识破呀，也是零容忍的态度啊。只要对方有一点怀疑，就会让王秀荣产生挫败感啊，最终就恼羞成怒啊，产生报复的想法。而这时候正被自己迷得神魂颠倒的郑军，就成了他实施报复的工具人。直到被警方抓捕归案呢，他还认为啊，事情都是郑军干的啊，跟他无关。我当时我什么都没想，我也不想去害某个人，我也不图什么。戴个假发难道还违法犯法吗？如果要都戴假发犯法的话，那我就不戴。咱们遵纪守法行吧？戴假发不犯法啊，伪造年龄，和别人谈恋爱也不犯法啊，但教唆别人用非法手段对人造成了伤害，就是犯罪了。躺在病床上的郑林双目失明之后啊，他也说过，竟然把50多岁的老妈子看成29岁，我的眼睛在出事之前也算是瞎了。而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郑军也是悔不当初，其实他也是挺可怜的哈，因为这可是他的初恋，一直把对方当成是83年的，没成想啊，却是一段畸形的爱，甚至还为初恋放弃了很多其他的姻缘。结果对方的年龄和自己的母亲相仿，竟然还为对方进了监狱。即便是反应过来自己被骗，也无济于事啊，事情已经发生了，感觉非常对不起被害人，也对不起自己啊。说出去以后呢，除了母亲和妹妹啊，不会再相信任何女人了，因为心已经被伤透了，应该不会再找另一半了。那是他的问题呀，我经常跟他说，我说我不想跟你处，很累很累。他说不管你多大岁数，我非常喜欢你，因为我从来没得着爱。我说你这叫母爱呀，你懂不懂？我是把这种爱是一种母爱释怀给你。这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啊！已经50多岁的王秀荣啊，偏偏就是那种不知命也不认命的人啊。她的丈夫在国企工作，儿子在北京也结婚了啊，家里的条件是很不错的。可马上迎来3世同堂的美好生活，却不懂珍惜。家里扮演的是个母亲和妻子，而家外扮演的又是恋人啊。她就是不甘面对现实，
不甘忍受寂寞啊，历经岁月的洗礼，却无法让自己浪荡的内心沉淀。虽然他对交往对象的形象是嗤之以鼻、冷嘲热讽啊，但实际上，这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因为相比于年轻人找另一半的精准定位和择偶条件呢，他靠这种伪装啊，只能是抓概率，每天不断打电话强行制造缘分呢，就像是在做产品销售一样，这不断的推荐自己，一定是被拒绝了这好多次啊，才能剩下这2个倒霉的80后小伙啊，所以他的内心是害怕被拒绝的，尤其是被自己仅存的希望拒绝啊，就会导致心态彻底崩掉。2个和他产生感情的男人啊，一个双目失明无法恢复，另一个为了他而锒铛入狱，自己也没能逃过制裁啊，说明爱慕虚荣、无视道德和法律啊，最终只能是害人害己。我神经病呗，更年期呗，50岁就没了，什么都没了，干干的了。那实在给自己就得安排这个事儿了，没事找事儿呢，作死呗。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大姐，我谢谢你了，拜拜。